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第153期的亚当球鞋，我是你们的亚当。之前詹姆斯7代复刻的测评，你们应该都看过了吧？那我对于他的评价就是不能打球。而詹姆斯8代对于我个人来说其实是一双有情怀的篮球鞋。我在大二的时候，我穿它在一场比赛中砍下了39分。那虽然只是一场学校内部的比赛，不过对于当时的我来说也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了。而在詹姆斯8代复刻的时候，我立马购买了这一双，就是我手上的这个迈阿密之夜配色。当年的圣物，现在狗都不买。在我记忆当中 ，V2 的实战性能是非常不错的。我那时候穿的就是一双全明星的配色。那这一双低帮版本的 V2 在实战方面的表现怎么样呢？欢迎收看本期的亚当球鞋，我是亚当。本期视频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。首先，我们还是来看一下这一双鞋的外观。在外观方面，你觉得这一双鞋可以打几分呢？詹姆斯8代的这一个迈阿密之夜配色，当年可不像现在量这么大，那时候的价格是非常高的，那起码我是根本买不起的而现在打骨折都没有人买，10年的时间一切都变了。而在细节方面，鞋带孔和鞋底都有着8的字样，并且在鞋底以及鞋舌处都有着象征詹姆斯的狮子头图案，而在鞋头以及后跟处分别印着詹姆斯的名字，细节还是比较多的。而在实战方面，我们依旧还是从大底开始说起。大底方面虽然在纹路方面做出了比较大的调整，但是还是以人字纹为主，只是密度方面稍微密集了一些，并且对于侧向的抓地力方面也专门进行了针对。但是它在抓地力方面的表现依旧不是很出色，在室内场地上，不管是有灰尘还是有点潮，它都没有办法很好的抓住地板。可能是因为大底材料的配方依旧是跟7代差不多的，所以它的纹路变化并没有让它在抓地力方面有什么提升，并且偏细的纹路在耐磨性方面也并不能让人满意，起码我是舍不得穿它去室外打球的，顶多用来打一下塑胶地已经算是极限了。并且它的抓地力和耐磨其实最适合的也就是那种软质的塑胶。如果你打球的场地就是那种软质的塑胶场地，那这一双鞋的确是可以搞一下的。而在中底方面，依旧使用的全掌的 Air Max， 但是这一次的 Max 气垫是明显做出了调整的，中底的重心有着明显的下降，穿着虽然不会有那种踩高跷的感觉，但是重心依旧会有一点偏高，并且在气垫的四周硬度也有着一定加强，在发力或者是急停的时候，它的中底形变会比7代要小不少，不至于会有伤病的风险。而在缓震性能方面， Max 气垫的缓震性能大家是完全不需要去担心的，虽然穿在脚上并不会感觉到它中底的软弹，但是在缓震方面绝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，穿它打球膝盖不会有任何的不适感出现，再大的体重都可以驾驭。在鞋面方面，詹姆斯8代用了更少的皮质材料 ，Flywire 几乎覆盖了整一个鞋面，而8代身上搭载的这个 Flywire 鞋面是经过了明显的调整的，材质比上一代要柔软了许多，与双脚会有更为优秀的贴合度，并且它内部的填充也做得恰到好处，让这一双鞋在包裹的舒适性方面得到了保证，并且它在透气性方面也有着非常大的进步，在没有外层热熔材料覆盖的地方都有着透气孔，穿它打球不会出现特别明显的捂脚现象，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。鞋面的强度提升也是非常大的，大面积的 Flywire 鞋面加上热熔材料的使用，让它的鞋面几乎没有任何的延展性，只要你选对尺码，那它就能牢牢的兜住你的双脚，并且球鞋侧面的橡胶材料以及下降了的中底重心，让你穿它在做一些侧向蹬地动作的时候是会更加放心的，不会再有上一代那样鞋面超出中底这么多的情况了。当然，对于喜欢变向的后卫来说那这一双鞋的中底高度还是明显偏高的，外线球员还是建议大家不要轻易尝试。球鞋的整体刚性依旧非常高 ，Max 气垫的模块能够提供给球鞋非常大的抗扭性，用手根本是掰不弯它的。可以看一下根本掰不动。
而在足弓处，虽然在外部看不到任何足弓处的加强，但是穿上脚之后，你能够明显的感觉到，在内部足弓处的这一个位置是有明显的凸起的，能够提供给你一定的足弓支撑。不过，对于高足弓的朋友来说，这个基本上是没什么用的。但是对于低足弓或者是正常足弓的朋友，穿它实战，它的足弓支撑是完全够用的，打完球不会出现任何的足弓处的疲惫感。而在稳定性方面的表现跟重心低的一些球鞋相比，多少还是有一定差距的。不过跟詹姆斯7代相比的话，确实进步了非常多。中底的高度有着一定的下降，再加上球鞋外扩的大底以及中底，让它在稳定性方面进步了非常多。起码穿它打球比穿詹姆斯7代要安心非常多。而在重量方面，单支42.5码的 LBJ8 重量是427克，不过是低帮的那相比较 LBJ7 的480克进步是非常大的。427克这一个重量，我相信绝大多数的朋友都是可以接受的。这一双鞋亚当球鞋主观评分8.2分，这一双鞋跟詹姆斯7代相比确实有着非常明显的进步，但是它依旧存在着非常多的问题。那比如说重心依旧偏高 ，Max 气垫大部分人都对它不感冒，在抓地力方面也依旧存在着一定问题。那对于场地的要求是比较高的，并且当时詹姆斯在季后赛、在7代以及8代这2个赛季都会有 PS 版本推出，那就是季后赛版本。7代改为了前后掌的 Zoom，8代改为了前 Zoom后 Max， 并且把鞋面改成了 Fuse 鞋面。7代和8代的季后赛版本，我相信穿过的朋友应该都知道，他们在实战方面都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，并且当时的价格也是非常美丽的，一般4开就可以买到。可想而知，其实詹姆斯想要发全力化身全力詹的时候 ，Max 过高的重心可能连詹姆斯本人都有点顶不住。所以这一双鞋，我依旧建议脚踝力量不好的朋友还是不要选择了，它还是更加适合内线的大体重球员。那如果你的变向不多，体重比较大，对于缓震的要求是比较高的，那这一双鞋的确会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，并且现在部分配色的价格也是比较美丽的，以前很多的限量配色，现在也可以随便买，这一点还是很舒服的。那如果你想要购买这一双鞋的话，在尺码的选择方面，我平时耐克穿42.5，李宁穿42，这双鞋我选的42.5是非常合适的，你可以适当参考一下。OK，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，亚当球鞋一切从实战出发，我是亚当。那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可以帮助到你，希望你可以关注我，并且顺手给我点一个赞，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了。好了，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，大家有空来做 Peace。